好，又是 Ed 愛的人不是一個車兵，只是 POV 了。歡迎回到我的 POV 試駕系列了。今天我車後面有一輛2年的車齡 Toyota Camry 2.5V， 這個就是所謂的 8AT， 然後它是2.5 Dynamic Force Engine， 還有8 Speed Auto。這一期的視頻呢是非常感謝車主讓我拍他的車，這輛車它是放在我們的車行這裡代賣的。他說，哎，你要拿去做 review 也可以，反正幫我賣就是了。而且這款車才2年 full service record 的哦，還有 warranty 的。如果你們看到這個視頻，如果對這輛車有興趣的話，不妨來聯繫我。這輛車的狀況肯定好嘛，才2年罷了。我們去看一下這款車，再來聊聊這一台車。Let's go。Alright guys， 這個就是2023年的 Toyota Camry 2.5V Spec。那我知道最新款已經推出了，那輛車都要250千左右，而且有 Hybrid 了啦。這個2023的只有一個規格，它就是 2.5V Dynamic Force 8AT。我相信這款的 Toyota Camry 也不需要多說，我只是大概我讓 review 給你們看一下，而且駕駛心得就是要跟你們分享一下。車主有說了，這輛車可以拿來上雲頂，最近都在下雨啊，所以我就是看好一天有天氣好的時候，我才來駕上雲頂給你們看。這個是它車鑰匙，這一代的 Toyota 開始呢，如果是 Alphard 它肯定會有寫 Alphard，Camry 它就寫 Camry 啦。老實說，它的鑰匙的摸起來的質感呢就沒有 Honda 好，真的這一點 Honda 做的是非常到位哦，就少了一點少許的質感，這個是我想要小吐槽的。這輛車有無鑰匙進入，還有無鑰匙啟動，所以我們不需要把鑰匙拿出來，而且它有2個門呢都是有 sensor 的啊，所以我只需要靠近這邊手握一下，它就可以解鎖了。那鎖門的話呢，這裡有一個 sensor， 按一下，side mirror 就會自動收疊，它可以通過裡面的這個 button， 你必須要按 auto， 它才可以自動收疊了。其實講真的，我比較喜歡呢，還沒有做 facelift， 就是所謂的6AT 的這款的 Camry。到了 8AT 呢，你的樣子呢就看起來更加的運動化 sporty 一點。2個我都覺得好看，但是我比較 prefer 以前的啦，就看起來更加大氣。車頭燈方面呢，有一個 LED 的 projector headlamp， 還有這個 LED 的日行燈，然後它的 LED signal 燈是在這裡的。前面這裡就有 parking sensor， 還有一個 camera， 所以這輛車有360 camera 的啦。它的油蓋呢是不能這樣子按的，它必須要在裡面按一下那個按鈕，它才可以開油蓋。8AT 呢，車尾燈有做一點小小的燻黑，它的燈後面就有切風線，據說是讓這個車在跑高速公路的時候更加的穩定。旁邊這邊也是有一條線的雙出的排氣管哈。這輛車的懸掛前麥花臣，後面從 Multilink 換成了 Double Wishbone， 所以為什麼這一代坐起來更加的舒服，操控更加的好？我可以講這輛車的避震器啊，真的開起來是特別的舒服。如果你比起舊款的 Camry 哦，這一款會稍微在慢速的時候會有點小跳動，舒服還是舊款的舒服。可是當上了高速公路啊，感覺上那個性格完全變掉了，你懂嗎？高速的時候就是穩，路不平呢也沒有什麼感覺得到，但是在低速的時候你就可以稍微感覺得到啦。打開這輛車的車尾門方式呢，你除了可以用這個鑰匙一按。OK， 它有 spring loaded， 它不是電動尾門吶，或者是呢，你可以通過這一個電磁閥這裡按一下，它就可以打開了啦。那尾箱空間不需要多說，這個真的很大，超過500公升哦，還有一個備胎在裡面哦。可是這輛車就沒有得做椅背傾倒啦，因為它這輛車的椅背呢是可以做電子的調整傾斜角度，所以椅子是不能倒下哈。所以去 IKEA 買東西的話，就有一點，老實講有點不方便啦。這輛車的前後輪胎都是用着225 45 R18 寸，車主為它換上了 Continental 的 MC6 的輪胎，後面有單活塞剎車卡鉗，前面有一個單活塞剎車卡鉗。那這一代的 Camry 呢的剎車呢，比起舊款的 Camry 真的是好太多了，踩一點點開始就有反應了，不像以前要踩得很深的。剎車也是非常線性，很容易控制啊，很舒服的一個剎車，也不會讓你覺得沒有信心。原廠的設置大概也是3根手指的高度左右罷了。我個人是特別喜歡這輛車的造型哦，它很肌肉型，後面這邊也凸出來很寬，切線也看起來更加的好看，更加肌肉型，很拉風。但是這種設計呢，就導致成它的內部空間就沒有像以前的 Camry 這麼寬大了。來，我們來打着引擎一下。OK， 這輛車呢，它是有無鑰匙進入，還有無鑰匙啟動之外，這個方向盤可以調整上下前後都是通過電子來控制的。還有它的椅子，只要我按上這個 Start Button 之後，座椅會往前推回你原本的座位，還有這個方向盤就會下來哈。我們來 Start 一下，它的動畫 Camry。
這一代的 Camry 真的是很多資訊哦。這個開口啊就沒有像以前的 Toyota Camry 這麼大了，所以上下車就沒有像以前這麼方便了。這個就是要美帶來的後遺症啊。那它有遮陽簾，手動的。一般上你看到的 Honda Civic 或者是一般上的 C segment 啊，這邊都是 plastic 來的。椅子因為有的做傾倒嘛，所以這裡旁邊都是 plastic。但是你會看到 Camry 啦，旁邊這邊都是包覆着滿滿的這個皮革。前面已經調整成我的駕駛座位了，我身高為73，開一下燈啊。OK， 然後我的腿部空間大概是一個拳頭左右，頭部空間大概一個拳頭左右。我記得舊款的 Camry 像我那款的話，它的头部空间好像都比這個還大很多啊。打着引擎之後呢，晚上的原裝啊，就會在這個門手把這邊有一點小小的所謂的氣氛燈，它是沒有的調整顏色的啦。前面的 dashboard 那邊呢，也是有一條藍藍的線，中間有一個中央扶手，然後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置杯架。然後你這裡按一下 on， 你就可以看到，誒，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熒幕了的哇。這個熒幕呢，你就可以控制冷氣的溫度給後面的。這輛車有3區的恆溫空調，這裡有個後遮陽簾的。OK， 當然這個如果你要開關，駕駛員的儀表裡面也是可以控制它的開關的啦。這裡可以調你的椅背傾斜角度，在這裡我是調到最斜的。左邊這邊也是可以調哦，所以這邊是沒有的打開了的啦。這裡有冷氣出風口，2個 USB 的插槽在這裡，然後還有一個 BOSS switch。它有8項的電動座椅，還可以調整它的椅背，這張椅子很舒服。可是如果腿部還可以做擴展的話，更好啦。這一款的 Toyota Camry 它其實有2組的記憶座位，它是躲在了這一邊。然後當你調整你的 side mirror 還有你的坐姿了之後，這裡長按一下 Set， 然後再按一下你要的位置，然後下一次你上車呢，比如說你是 Driver 2，你按一回去，它就會回去你原本的座位啦。這些都很熟悉啊。其實我覺得這一代的 Toyota Camry 把它做成平平這樣子，我覺得挺舒服的。如果是我平常駕駛的話，我把我手放在這邊，這裡有一系列的按鈕啦，打開油蓋、車尾箱、360 camera， 你一按了之後，這裡這個360就會打開了。行車系統關閉，還有自動遠光燈，哦，這樣子有自動頭燈。還有前霧燈跟後霧燈一鍵閃3下，還有自動雨刷。這一代的 Camry 也加了無線充電，如果你不需要的話，你可以把它收起來。這裡就有一個大洞，這裡有一個12伏電話，還有 USB 插槽。這個 USB 呢是讓你用這個 Apple CarPlay 還有 Android Auto 的 Menu Apple CarPlay。這個冷氣的控制其實真的是很方便，扭轉式的。還有就是它的風速，你都可以在這邊控制了。我還有發現到一點，如果這輛車放去 Eco Mode 之後，它這邊會顯示在 Eco Mode， 冷氣也是進入 Eco 的。如果你把它關掉，就沒有了。這裡有2個置杯架，還有這一個排檔桿。終於換上了一個8速的 iSYNC 變速箱，它有去到 S， 它是一個 sequential 啦。等一下我試駕的時候呢，我會告訴你們它到底是怎麼用。它是半自動啦，我可以說它不是fully manual。當然這一代有換擋拨片，我非常的喜歡。終於啊，之前的 Camry 完全都是沒有的。當你掛到 D 了之後呢，它的自動手剎會自動解除，即使你沒有繫上安全帶，它都會。然後去到 P 了之後，它會自動上鎖它的手剎 ，Eco、Normal、Sport， 按下去 Eco 它就會變綠色 ，Normal 就是沒有顏色 ，Sport 就是變紅色了。還有一個 Auto Hold， 要繫上安全帶才能用了。然後這裡有一個中央扶手，很大一下。哦，這個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還有一些閱讀燈，還有就是 Sensor Off。如果你下車，有時候有坐人呢在裡面呢，你去添油啊，你要把內飾的 Sensor 關掉，你這裡按一下就可以了。這輛車的內飾啊，其實是蠻漂亮的，畢竟還是2年車。方向盤這邊還可以打開關閉它的 Lane Keep Assist， 還有 Lane Centering Control。但是每次關了 engine 之後呢，你一 start 回啊，它一定會打開回去的，所以這是比較麻煩一點，你必須要每一次上車自己關。這一系列的 ACC 跟車，還有音量控制，這個呢就是來設置這個儀表，你要到底怎麼顯示的，往下按，再往下按。這個就是胎壓偵測器啦，這個就是讓你看你有沒有打開一些安全系統啦。setting這邊呢就有很多東西玩了，它有抬頭顯示器，你可以通過這邊來調整，有的看 RPM， 有的看你的檔位顯示，但是只有你在用上手動模式了之後，它才可以顯示在用的什麼檔位啦。然後你在用 ACC 跟車，它也會顯示之外，你的 Lane Keep Assist 有打開，它也會顯示。平均油耗是10 km/L 左右啦，其實蠻省油的。打滿一桶油大概是100多塊，可以行駛500多，其實很 OK 了的，我覺得是不錯啦。而且我很喜歡這個儀表，左右雙顏式儀表都是 Analog 的，所以很3D， 也很立體。如果你用肉眼看比較好看，在鏡頭上的你們應該是看不出來的。然後中間這些是彩色熒幕，所以我最喜歡。然後這邊有 Audio Trip Meter， 你這裡就是換 Trip A、Trip B， 還有就是里數啦。這輛車里數走了52000多，然後這裡有 Full Service Record。來，我們來下車看一下外觀。打開引擎蓋，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櫥格。這顆引擎大號為 A25A FKS 的引擎，2.5公升的自然吸气的4缸引擎，我們称為叫 Dynamic Force， 所以它有 Direct Injection。这次的馬力提升到209 PS，253個牛頓米的扭力，再配上這個8速的 Direct Shift 的變速箱，所以它是8AT 來的。哎呦，所以新款的 Toyota Camry 帥嗎？我個人認為是真的很帥，無論是哪一個角度拍下去，這輛車真的是夠帥哦。話不多說，我們去試駕 ，Let's go。如果以我以前駕過幾代的 Camry 來說，我從這個2008年的也駕過 2.0、2.4， 我自己本身也有2012年的 XV50， 所謂的50載啦，我也駕過 Hybrid 的啦，然後再加上了這個70載。XV70呢，之前它是一個6速的哈，然後現在換它的8速。那你問我的駕起來感覺有沒有不一樣呢？老實講啊，如果你是順駕駛的情況下啊，在這個市區駕你比較難察覺得到，這個6速跟8速的分別有什麼不一樣？那我只可以說這個8速哦，它換擋更加的平順，更加的密啊，因為它的齒輪比的關係哈。這個8速最令我佩服的就是哦，當我行駛的高速公路可能14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我的轉速可能在2500都不到，它真的是可以保持的越低的轉速。現在因為我是用的 Eco Mode 的關係啊，所以呢它盡可能夠在越低轉升檔越好。你看我的轉速現在也大概在1000多這個 RPM 左右而已啦，所以我才可以做到打滿一桶油大概走500公里左右，然後我的平均油耗為大概10 km/L 左右。得到的 iSyn 的8AT 它真的是換擋平順而快，但是如果你放到其他的品牌哦，可能 Peugeot 啊，可能這個 Mini 上面啊，那麼各自廠家的調教有各自的不一樣。我可以說最平順的還是Toyota自家的啦。可是如果你說你要電動化一點的話，這樣就非常的抱歉，這個時候你必須要進入手動模式。OK， 我說這個叫半手動啦，因為你看它一個 S 哦，它8速嘛，我會撥到去 Sport 的時候 ，S 的時候它是在 S5、S4 這樣子。那它並不是所謂的 Manual Mode， 它只是 Sequential。OK， 怎麼說呢？現在 S5 嘛，它就會鎖在最高升到5檔而已，那其餘它不會再升檔。那它就會在12345的檔位徘徊。你看現在5號檔嘛，比如說我現在踩完，它還是會降檔的，可是它最高只是升到5檔這樣的意思啊。你看，比如說我現在4、3，我再踩，你看它不會升檔的不？除非我按一下這個 Pedal Shift， 對不對？那我要降也是可以的。它有降檔這個它有降檔補油的哈，可是它並沒有很 sport 的那種，沒有很運動化的那種，這個聲音就代表我降不了檔。降檔，到了紅線還會自動升檔的啦，你不用怕它到紅線怎麼會拉爆壓箱，不用怕哈。但是呢，這一個 iSyn 呢 8AT 放在 Peugeot 上面哦，它的這個調教又不是這樣的吧？如果你再放 Eco Mode 也什麼都好啊，在1檔、2檔、3檔左右啊，它沒有2200轉，它是不換擋的哦。然後呢，就導致成可能你會駕到有一點所謂的頓挫，或者是比較 chop 一點。怎麼說？它的變速箱還沒有到降於1000轉左右啊，它的這個感覺上那個 clutch 是不會踩的那種感覺，就好像你駕Manual這樣。然後它綁得很緊，所以你的油門呢要控制得好，踩放，不要一下子踩到放得太快。所以你的油门要控制得很好，你不要一下子放油门放得太快，然后再踩油門下去啊，敏感，所以會讓人家乘客覺得不舒服。可是，在 Toyota 上面 Camry 哦，它就不會是這樣的，它真的很平順。它平順的來，我又不喜歡哦，它一直死命要升檔，它能夠保持在低的轉速是可以的，可是就導致成可能有上一點小斜坡的時候哦，那我不夠轉速，我不夠動力，因為我車沒有 turbo 嘛，我必須要再高轉一點。那它這個時候呢，就看着你的油門的踩踏的深度來進行降檔，所以它就慢了一拍這樣子的感覺咯，就是要通過不，你還不要降檔啊，我再踩深一點哦，它才發現到我需要降檔。所以這個事情是可以解決的啊。我覺得 Normal Mode 的時候它還沒有這麼好用啊，反而去到 Sport 的時候啊，你看到嗎？那個轉速 ，OK。它能夠淨維持在2000轉以上，這個也是我為 Camry 加分的一點，因為之前的 Camry 是沒有 Sport Mode 的，沒有 Eco Mode， 沒有 Normal Mode， 所以你看啊，現在我的轉速是不是盡可以維持到2000多，就2000多，
所以它是只有 Sport 沒有 Super Sport 啊。OK， 所以我覺得有了這個 Sport 呢，是真的是蠻加分的。所以有時候我會在這種比較趕時間的時候開 Sport 會比較好，雖然比較耗油那一點點，可是至少那個轉速還維持在我要的。我現在放回 Normal， 一瞬間馬上升檔，你看才1500轉左右。我放 Eco， 油門是真的很懶散。OK， 所以 Normal 是比較稍微好駕一點啊。209匹，253個牛頓米的扭力夠用嗎？其實很夠用的哦。Camry 的車身重量大概1600公斤到1800公斤左右之間，然後2.5公升真的很夠用。我最欣賞就是它在高速上面的這個表現。我們所謂的排氣量就是王道嘛，真的。所以 CV 1.5 Turbo 強，真的前段很強，可是在 Highway 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要說排氣量了哈。所以尾力肯定是我們2.5強的。踩完。轉速要4000轉才爆發出來，而且這一顆引擎真的很安靜。OK， 這時候我們來做一個0到100的測試好嗎？1號檔也有降檔補油哦。踩完有 kick down button 的哦，哇，外面的引擎聲浪是大聲的，可是在裡面是完全比較難聽得出來，除非是4000轉以上，你才可以微微在這個室內聽到一點點引擎聲浪。有力嗎？我覺得是有力的，而且呢，它這個 TNGA 的平台。為這輛車的車骨，還有它的懸掛，哇，很大影響哇！它的這個操控真的好駕很多。其實，如果你說舒服，還是舊款的 Camry 舒服，可是換來就是像坐船一樣，懸掛軟過頭。所以這一代的 Camry 我可以說它比較 sport 了一點。它 sport 的來呢，在高速上面又很舒服的哇。它可能在低速走的時候，你會感覺到，哎，這輛車為什麼沒有以前的 Camry 舒服？對，它的確，它的懸掛是少許的偏硬了。可是當它在走高速公路的時候，它的個性會完全變去哦。哇，它變回了以前的 Camry 那種舒適度，你懂嗎？穩穩的去了，就算那個路有一點凹下去哦，你沒有什麼 feel 的。哇，這個我真的是佩服哦 ，Camry 的這一代的這個調教，我可以很舒服。我可以有操控，這個我欣賞。但是你還是問我的話，哎 ，Adrian 啊，這個 Toyota Camry 的操控比起這個 Passat 的 MQB 平台是怎麼說？我還是覺得 MQB 有它一套，它還是比較強一點。Overall 來講啦，你會感覺到車身比較輕盈啦，引擎的動力有啦，因為畢竟還是2.0 Turbo 嘛。那 Camry 的方案就是我只是需要舒適性跟一點操控，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以 balance 來講 ，Camry 是的確蠻 balance 一下的。我們來聽一下它的 JBL 的音響怎麼樣？誰沒有一些得不到的夢？誰人負你負我多？誰願意解釋為了什麼？一時已經風雲過，活得開心心不記恨。為今天歡笑唱首歌，任空間吸收新的快樂。Okay, how do you feel? OK， 我們來做一個0到100測試，踩完。快嗎？可以啦，我可以說它真的是尾力強啊，那個 engine， 看，給我想起以前我駕那種Black Top Silver Top 那種感覺。這一套 ACC 跟車呢，我也是覺得很完善、很舒服、很智能的一種。那如果我是開了這個 Steering Assist 所以它有2種哦，一個是 Lane Keep Centering，一個是盡量保持在 lane 裡面的，所以有2種。
一個是如果你開完的話，是真的很煩人一下的。所以我日常生活駕的話，我會把它關掉。可是你一關了 engine 之後，你再打開它還是會開回啊。所以這個呀，但是如果你要用 ACC 跟車，要有這個方向盤輔助的話，你還是要用這個要打開這個功能哈。OK， 所以我就用 ACC 跟車，所以我把它設置在110公里每小時，然後把它的距離是放到最遠的哈。所以你看我不動方向盤的情況下，而且這個是有 stop and go 的方向的啊，所以我在堵車的時候啊，也是可以打開這個功能的。可是就大概幾十秒以後，你就是要握緊方向盤這樣子，把它擺動一下，不然的話它還是會跟你說，哎，你需要搖一下那方向盤這樣子，會提醒你啦。那真的是很順啊，我不需要多說，我也測試了幾天，感覺就是很棒很棒，它不會給你就是半桶水那種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當你在用這 ACC 跟車的時候，有車一切進來，它不會一下子反應到，它會急踩剎車那種，它會好像有一點它因為它是走 radar sensor 的，它畢竟還是走 radar， 所以它不是走鏡頭嘛，所以它會偵測得到，哎，真的是有車進來，而且我慢慢的慢下來，而不是就是急踩剎車那種嚇到我。如果你問我160千左右的預算，現在買 Camry 值得嗎？我覺得是蠻值得的，看你怎麼想。如果你說更值得的話，你現在買一個5 Series 也差不多這樣的價錢嘛，對吧？我是5年車來說啦，是不是？那看你怎麼選哦。5系列，但是如果你提到維修成本，肯定是 BMW 的，還是比較高的。那Toyota還是便宜的，对吧？可是2.5的話，就是黑油啊，這個機油要倒多一點點，就這樣子。所以這個有多厚？這360也是挺不錯，雖然還沒有很清楚啦，中國車都給到很好很輕的哦。覺得不順的是什麼？有時候在 normal 的情況下，它的1檔換2檔的時候啊，有一點猶豫不決這樣啊。你需要把油門踩深一點就沒有問題啊，這樣子你輕輕踩的話，有時候它會猶豫一下。那油門呢就沒有像以前的Toyota這麼衝了，以前的 Camry 啊，什麼 Vios 啊、Altis 啊，全部油門踩一點點就衝出去了，有點 overreact 這樣。現在的Toyota不會有了，很順的。我還覺得自己踩少了油門了，就不習慣了，就要踩深。哎，怎麼不會去啊？再踩深一點啊，有一點啊，接近寶馬了，有一點點了啦。它的油門当然還沒有寶馬這麼細膩啦，接近啊那種感覺啊。方向盤的回饋也是不錯，以前的 Camry 的方向盤很大力，你懂嗎？它現在又小力這樣，我喜歡。它的轉向也精準，也沒有像以前轉那麼多圈了。所以我真的是覺得年輕人駕的 Camry 了啦，不再像以前昂哥駕的那種。方向盤太大力了，yeah， 年輕人的你們，今天有160圈的預算，你們會買Toyota Camry嗎？留言在上面給我知道。歡迎來到我們的 showroom， 我們就是來自於 Century Motor 的 Lot 6， 我們的地點就在馬場這邊。Hello。台灣。那如果你們看了這個影片，對這輛車子呢有興趣的話呢，不妨可以聯繫我愛的人愛的人，看車記得給我 booking 啊。想要看這個影片的朋友們呢，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還有打個小鈴鐺。我們下一集的 POV 再見，拜拜。